你就说你好不好奇吧。在一个红娘的眼里，到底是男客户更难搞定呢，还是女客户更挑剔呢？我做了10几年的红娘了哈，我就来跟你们聊一聊这个内幕。在男客户的眼中，挑对象的条件啊，就那么几个长得漂不漂亮，年龄够不够小，有没有离过婚，家里呢有没有负担，老家是哪里的家里有没有弟弟，就这么简单。但是说到这个女客户啊，那可就复杂了。长得不够高不见不帅没眼缘的不见，有房有贷款的也不见，房子不在市区中心的不能见，收入和自己差不多的也不能见，戴眼镜的都不能见，爱好太多的也不见，星座不合适的更不见，就连脸型不好看也是拒绝的理由身形不合适了，衣品差了，发际线太高这些都成为被拒绝的理由。那还有什么父母没有社保啦，长得太老气啦，即使人家是个博士，只要第一学历学校不够拔尖的那都不行。看照片拍照姿势不够自信的那也能被 pass 了。如果实在挑不出来毛病那就一句话，没感觉。你看看这服务难度，你觉得谁更难伺候呢？在北京其实有钱的单身大哥真的非常的多。那到底是选未婚的好还是选离异的好呢？有个98年的漂亮女生，真的非常漂亮，她来相亲呢只想嫁给有钱大哥，岁数一定要比自己大12岁以上。那我就很好奇你为什么要这么早呢？她说反正富二代她是不考虑的，有钱被惯坏了，不成熟还嚣张，花心也不专一，反正一身都是问题。而这些年龄偏大一点的创一代呢，不管是未婚还是离异，他都不介意。创一代情绪稳定嘛成熟有魅力嘛，最重要的还是有财产支配权。只不过他在未婚和离异这个问题上他有一点小纠结不知道该怎么选。那我就告诉他了实际上你最好的选择根本就不是找一个大自己10几岁的大叔。未婚的有钱大叔他一定很挑的，不然他不会条件这么好还单照现在没结婚，对不对？那种离婚的有钱大叔呢，你更不要期待他们离一次婚损失得多惨重你觉得他还会轻易的进入婚姻吗？他只会比未婚的还要挑剔10倍以上，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他最好的选择其实就是他特别不想选择的富二代。二代在他的眼里虽然是这样的一番景致，但是那只能说明他见过的二代真的还是太少了。我所接触到的二代群体，但凡他能跑来相亲还真的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男生，有责任感，传统顾家，学历能力都很好，而且他们大部分都已经继承了家族企业，做人做事都很到位的，并且非常有礼貌甚至人家内心还很谦逊很低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的，知道了吗？这个世上有一类人呢，他注定就是单身一辈子的命别说我说话太绝因为他们真的太拧巴了。你比如说父母给他介绍个门当户对的吧，他会觉得人家颜值不够，要么呢他自己找一个颜值好的漂亮的，又嫌人家脾气太大了不会提供情绪价值。他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个颜值又很高又很会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他又觉得对方是不是个绿茶呀，担心是图自己钱来的，这个还是不行。最好呢再能加上一点文化底蕴就更好了，这样才能配上他再或者就干脆找个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直接躺平也行。就算是这样他又不会去让着人家，自己又是从小被捧大的，也不太会提供情绪价值，所以你到底要什么呢？想门当户对的也不难呀，想找年轻漂亮的也不少想找个会提供情绪价值的也不是没有。但是如果你既想找一个门当户对，甚至比你条件还要好还又年轻又漂亮，学历还高，有文化底蕴，又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能理解你包容你，兴趣爱好还得一致，还能玩到一起，对不起那你那2个钱就恐怕真的不够了。这样的人他匹配的是刘强东，知道吗？知道为什么你还单身吗？因为不只是你，大家都单着呢。这些年资本给女人洗脑非常严重，而为什么男人却开始清醒了呢？现在很明显男人开始反抗了，他们不再迎合女人的要求了。曾经男人也大方过，努力过，无怨无悔的付出过，可是那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儿，哪一件不让人心寒呢？结婚16年，4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上海有一个男的，结婚的时候，女方说他不喜欢鲜花，就喜欢花钱，结果结了婚才知道对方有个孩子，多冤呢。还有很多地方法院接收的财
彩礼纠纷案里面，大部分的女方都是说钱已经花掉了呀，没了，所以你打官司也不一定要得回来。谈恋爱的人每年要过的节日，那真的是五花八门了。除了原有的一些节日以外，资本还创造出来了一系列的节日。在女人的群体当中，这些节日很重要啊，都是给男人表现的机会。所以呢，都得过吧，不然都得被自己的闺蜜给笑死。1月、2月有春节、情人节，3月有女神节，4月、5月有小长假520，6月、7月刚刚松缓下来一点，8月份又来个七夕节，紧接着就是10月的小长假了，然后马上就是双11的购物节啊。要是你错过了双11，你还可以用双12来补救一下。平安夜你得过吧，圣诞节你得过吧，年末的跨年、元旦都逃不掉的。春节这个最重要的节日，你也得表示吧。最重要的是每年农历、阳历有2个生日，至少得过1个吧。有的女的哈还要过纪念日等等这些，就这么算下来，发红包、送礼物都快成了每个月固定的开销了。男人兜里没几个钱的话，谈恋爱、结婚都成了奢望了。关键的是，女生群体都默认这些节日就应该是男生给女生过，男生得付出金钱，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捞女嘛。谈恋爱、结婚就是把男人当成赚钱的机器啊，就是一个提款机的功能。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转账一停，感情归零？甚至有女生认为连过节送礼物都做不到的男生根本就不配谈恋爱。宣扬节日默认为是男生单方面付出，这个到底正常吗？表达情感就一定要转13、14或者520，这个正常吗？不跟钱扯上关系就不叫爱。相亲大会现场几乎全是女性，男性寥寥无几，这种情况正常吗？王婆说媒在江西碰到了一系列的奇葩言论，这些正常吗？发生在胖猫身上这件事情正常吗？真的一点都不正常。正是因为这些接连不断的负面事件，让如今的婚前矛盾越来越尖锐，男女越来越对立，结婚成了生意，爱情变成了交易。爱本来它是双向奔赴的，当你把感情、婚姻当作谋财的工具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商品，你并没有占到男人什么便宜，而是在你拿到钱的时候，你在他的眼里也就是一个交易了。所以现在的女生，你还不转变思维，你真的脱不了单了。如果你们想找以结婚为目的的好女孩可以点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报个名。在北京现在有很多的男的，他是非常反感和讨厌花钱的关系的，他一遇到花钱的关系他直接就跑路了。就算没有胖猫的事情出来其实这几年有好多的男的非常讨厌女人一上来就跟他要钱，他只要一发现这个女人跟他的关系扯上了钱，很多男生就开始避而不谈了，直接就跑了，不理这个女生了。哪怕这个女生再漂亮再主动，他都没有兴趣。包括我认识的很多有钱的会员或者那些混得比较好的男的都是这样的，他们只要碰到这一类的女人，马上就警惕起来了。只要一看到这个女的跟他提钱就现在的男生已经非常反感很讨厌这种金钱恋爱关系。很简单嘛不是说钱好不好赚的问题，是他们遇到过很多女生都跟他要钱，他已经遇到的太多了，遇到多了自然就烦了呀。而且现在捞女这么多，所以说现在你作为一个女生，你知道这个年头，你要是谈恋爱的时候还一上来跟男的要钱，多半你跟他的关系就凉凉了，知道吗？现在的男生真的是很讨厌那种花钱的关系的，说钱他就跑，是不是这样子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如果你们想找以结婚为目的的好女孩，可以点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报个名。这马上就520了你打算给你的女神买什么样的礼物呢？这句话一说出来，咱们看看评论区的男生们都说了什么样的金句呢？第一句3年舔狗一场空，不如自己换辆车。第二句呢，自从没有女朋友，钱越来越多了。第三句，不当舔狗不被渣，抽烟喝酒去搓麻，足疗、温泉、按摩全套才200多，它不香吗？第四句，没有互动的恋爱不如对自己好一点，讨好自己比讨好别人更容易，何必去自讨没趣呢？远离那些慢热女，谁也耗不起。第四句爱情是双向奔赴的，我们男孩子也希望被人重视，我们也想要礼物，我们也想要转账，我们也想求包养。第五句舍得为你花钱的女人不一定爱你，但是不舍得花你的钱的女人一定是爱你的。第六句，这个520做的女朋友的礼物了，不送我就是不爱我，口口说说的还想跟我结婚，不如换下一个。第七句单身之后房子车子都有了，兄弟珍惜来之不易的财富吧，远离那些捞女。第八句，都说爱是相互的，那礼物为什么就不能相互呢？第九句，愿意给你花钱的女人不一定爱你，但是1分不花的女人肯定不爱你。第10句，不想做第二个胖猫，索取的女人可能不仅仅是来索取你的钱的，还有可能是来索取你的命的。咱们看看男生们是不是已经在用行动进行反抗了呢？来咱们的评论区晒晒你给自己买的礼物吧。如果你们想找以结婚为目的的好女孩可以点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报个名。你们知道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最令大龄剩女崩溃的瞬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吗？其实并不是被家里整天的催婚，也不是她忙完了工作一个人回家的孤单，更不是遇到了开心的事情也没有人分享，而是当他们真正的下定了决心，收拾好了心情，试着去找一个另一半的时候，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男生都不合适。快到迷茫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一个满心欢喜的人，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人根本就不会选他的，人家转头就去找一个年轻的女生。还有更崩溃的，当他们终于
于想明白了哈，到这个年纪了，找对象得降一降标准了，降低了身高、颜值、收入、学历，本地外地都无所谓了，房子车子也可以放一放了。可是即便是这样，仍然发现对方依然看不上自己。有的男生呢，或许还会非常有礼貌的说一句：“你太优秀了，我可能配不上你。”我就问过一个男生哈，相比这些大龄女生，情绪也比较稳定，性格呢也成熟，经济独立，你更愿意找一个单纯的姑娘陪他一起成熟吗？他说是啊，还是愿意找一个单纯些的小姑娘，省事儿啊。这个就是一线城市相亲市场的陷阱。大家听说了吗？最近有好多的俄罗斯那边的女孩跑到中国来了，她们到这边来留学，学说中国话，学做中国菜，了解中国的习俗，在中国找工作，甚至她们想在这边定居。她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嫁给一个中国男人。她们觉得中国的男人有责任心，有担当，也很温柔，还很专情，还很会赚钱，又聪明又能干，不像他们国家的那些男的那么花心，躺平了，也不怎么有上进心。而且现在他们战争很多，他们那边结婚的男人是真的变少了，留在那边结婚总感觉没有那么大的安全感。而且他们谈恋爱真的是同意一起花钱，彼此付出。男人如果是认真跟自己结婚的话，他们会为老公去经营好家庭的，不会在婚前就要求对方给自己买这个买那个，更没有要彩礼这一说。他们认为爱情就是一种纯粹的东西，我喜欢你，你喜欢我，跟钱没有多大的关系。婚姻就是两个人一起共同把家庭经营好，而不是一方在索取，一方在付出。大家看看，这是多好的事儿啊！看来现在全世界的女人都在盯着中国男人了哈，这是不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女生选对象应该注意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可不能光看对方的颜值或者是看他对你有多好。你问我为什么哈？首先嘛，一个男人他的帅气顶多也就保持几年，而且有 99% 的男人最终也会变成一个油腻大叔的。而且呢，结婚有了孩子之后能够对你好，还能剩下 20% 的，那都算是有良心的男人了。男人也是一样的，你别光盯着那些颜值高的女生看，长得好看的女生都是需要钱来养的。别等到自己负担不起了，就怪人家嫌贫爱富，你不是也嫌丑爱美吗？想要一个又年轻又漂亮又听话的女生，其实呢，跟一个女生想要一个又帅又有钱又专一的男友是一样的道理嘛，都不切实际。所以呢，别只指责别人哈，轮到自己的时候你就双标了，都要自我反省一下，对不对？大家听说了吗？最近又出现了一个热搜，都搜爆了，什么恋爱中男人先低头先道歉，恋爱就一定会很稳固的。我听完之后我直接呆了哈，你现在这个毒鸡汤怎么这么厉害了呢？这个也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搞笑的比喻，当蚊子它吸不到血的时候，它就会跑到你的耳边嗡嗡嗡嗡的叫。别急我知道有的人又要着急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现代的男生他们真的不吃这一套了，大家都精明着呢。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凭什么我要忍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为什么是我要退有句话不是说吗？一方一味的服软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这对感情没有什么好处的。别指望用这种手段去控制别人。爱情它是两个人的事儿别总是想着把问题甩给另一方，然后呢自己呢双手一插小嘴一嘟等着别人来哄你。各位，感情中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是巨婴，要学会为自己的问题负责任。这个不仅仅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义务呀。我真心的希望那些还没有清醒过来的兄弟们睁大你的眼睛看看现实，你是在谈一段平等的恋爱，你不是在给自己找祖宗。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关注我，带你脱单。来，这个问题我看看你怎么回答的。问男人老婆和车谁更重要？他们个个都会大声的说，当然老婆重要啦。别逗了骗鬼去吧你们。你看车子一买回来，你第一个先给他上保险还给他贴膜保护还给他搞装饰，还按时去保养保养。可是老婆呢，你把她娶回家，每天要给你做家务，还要生孩子带孩子，她还要工作挣钱，对你还那么好。结果你带老婆定期去做美容了吗？你带她去做保养了吗？你给她买过装饰品吗？你给她买保险了吗？来，咱们到评论区留言说说你都做了什么。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帮助过上千人拿到过结果，给姐点个关注带你脱单。听听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
一个已婚的粉丝啊，他给我留言，他说馒头被老鼠爬过，只要不告诉你，你不是依然吃得津津有味吗？老公或者老婆出去偷情啊，只要不告诉你，你们不是依然恩恩爱爱吗？世界上的事儿啊，只要你的信息来源很单一，你不知道外面的那些事儿，那你就是幸福的人。这个话有没有点道理呢？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来给姐点个赞哈，带你脱单。谁敢回答我这个问题哈？有多少女人是在老公最穷最穷的时候，不要房子不要车也不要彩礼，而且呢没有花多少钱的情况下，你就嫁给他了的？请勇敢的站出来啊，我看看这样的女人到底有多少。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帮助过几千人拿到结果，给姐点个赞哈，带你脱单。姐妹们，没有5年以上的婚姻啊，你是理解不了我接下来要说的这5句话的。恋爱脑的姐妹啊，你更要认认真真的听一听。第一点哈，不要过度的去窥探你的老公。好的婚姻啊，它真的是各过各的，你不存在绝对的忠诚，戏要演，糊涂呢也得装，该和解就和解，婚姻就是一场合作。第二呢，做个聪明的女人，婆家的那些事儿啊，你要装瞎，不闻不问，也不听也不看，你会减少80%的烦恼。第三，无论你选择的伴侣是什么样的，最后都是你和自己过。只要你寻求外部的依靠，你必然会受到伤害。第四点呢，婚姻本身的价值，它就是为了资源整合。所以呢，你把另一半当成一个合伙人，经营期间双方必须不断的去学习提升自己，只有这样你才能从中体会到一种幸福。总结第5句哈，那就是散养老公，放养孩子，富养自己。说的对吗？我是北京红娘丽欣姐，12年帮助过几千人脱单，关注我，带你脱单。北京将来哈，肯定会有1半的女生啊会孤独终老，找不到对象的。千万不要觉得我危言耸听哦，目前的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很多的女生呢，她们找对象其实根本就不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择偶的。她们在20多岁的时候呢，有好多人给她介绍哈，因为那时候年龄有优势嘛，她就非常的挑啊。所以他们的要求就是有房有车哈，而且收入得高，工作得好，家庭背景还得好啊，还要求男生长得帅有眼缘，对他好还得对他大方。这个完全是逼着自己在当霸道总裁嘛，就这么拖哈，最后把自己呢拖到了28、9岁了，在相亲市场上已经完全失去了竞争力。像北京这种1线大城市，每年都会有很多优秀的女生在涌入啊。虽然我这里确实也有很多优秀的男生满足这些女生所有的要求，但是你们又有什么优势和那些比你更年轻更优秀的女生去竞争呢？不信的话，你可以去北京的天坛公园、中山公园哈相亲角看一看，每周都有很多来相亲的，挂资料的，都是父母居多，并且90%以上啊都是女孩的家长。为什么呢？你细品。就现在吧哈，在北京这样的1线城市啊，这个婚前她不做婚检的女生，你们真的敢娶吗？现在的00后哈，结婚的概念啊是这样的，已经是婚检第1了，彩礼第2。现在很多的男生都表示哈，他并不排斥这个彩礼，可以给，但是呢，同时婚检也是要做的。虽然国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结婚你一定要去做婚检，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哈，婚前是一定要做婚检的。今天呢，我就给这个评论区里面的这些单身的哈，想找对象的男生啊，科普一下，婚检报告当中 GPA 它这个指标里面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就男生们你一定要收藏起来哈，这个对你啊肯定有用的。首先，这个婚检的 GPA 当中 G 啊代表的是怀孕的次数， P 呢代表的是分娩的次数， A 代表的是流产的次数。那现在你知道这个指标了，你就对你这个女朋友呢算是知根知底儿了，你就可以放心的跟你这个女朋友去领证结婚了，对吧？要我说呀哈，白纸就找白纸，这报纸吧就找报纸。女生只有自尊自爱啊，才能更好的保护你自己。男生呢，只要尊重和爱护女生，你才会迎来真爱的，长久的走下去。那么你们觉得这个婚检有没有必要做呢？咱们到评论区留言说说你的想法。这回大龄孙女啊带着小表妹过来相亲，真是闹大笑话了。她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在的00后，人家不仅仅是来整顿职场的啊，连婚恋市场一起整顿了。那天35岁的大龄剩女跟一个36岁的男的相亲，小表妹很好奇，就跟他一起来了。他还一路叮嘱小表妹啊，
你学着点儿哈，相亲看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看看姐怎么给男的开条件。这个男的呢，原本以为这个大龄女生哈，这个岁数了嘛，要求应该不会很高，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的一开出来的条件啊，他简直就想跑。女的一开口就说哈，我虽然35岁了，但是人家都说我看上去也就25岁左右，我父母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哈，要求男方收入是100万以上，婚后生完孩子呢得过户一套房产给我。他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比那些婚前要求房产加名的女的强多了。婚后男方的收入一定要透明，并且80%以上都得交给他来管理。说完这些之后啊，男的就说，那我其实呢倒不是经济状况有多大问题，只不过我要是为了娶你这样的岁数的女的回去啊，我还需要花这么多钱，这么大费周章的，那我没有这个必要呀，我娶个比你小10岁的也没有问题。你都30多岁了，还不能懂得站在男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吗？这个时候这女的马上就接过话来说哈，我35岁不算太老吧，不管怎么说啊，我还是未婚的，而且呢现在大家都晚婚，40多岁没有结婚的人大把的是，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很正常呀，我还算年轻的呢。再说了，你不也已经36、7了吗？你自己不也是大龄生男吗？怎么就只允许你们男的年龄大了找个小姑娘，就不允许我们给你们提个条件呢？男的说，问题就是我们男的年龄大了，我们找个小姑娘我们找得到啊，但是你们年龄大了，要想一个男人花大价钱把你娶回去，那就有点难了。这女的就很不服说，那你可真是痴人说梦了。来，我身边就坐了个00后，你问问他啊，就刚才你提的那个条件，你要是能办得到的话，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走。结果令大龄剩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哈，这个00后的小表妹看了他一眼说，姐，如果他能满足以上条件，我还真愿意。你看看，这个就是现状哈，00后已经快马加鞭的融入到相亲市场了。点击我评论区置顶链接，里面多的是00后的女孩。